炒股最重要的是什么？股票市场是怎么运作的？谁决定股票的价格？股票估值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我把这一连串的问题丢给了我的朋友超级辉。辉哥愣了一下说，你问的是哪个股市啊？这句话是很关键的，不同市场、不同制度，答案是完全不同的。不过我们今天讲的纯属理论，只讨论股票本身的逻辑，而不是针对某一个市场。如果把股票比作一个高富帅，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是带你看看这个高富帅是如何从一穷二白一步步变成万人追捧的过程。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视频开头问题的答案也是藏在故事里。假设你在夜市卖奶茶，喝过你做的奶茶的人都觉得美味极了，独一无二，市场上很多人都想模仿，但是很难模仿，因为你有一个制作奶茶的独家配方。你的奶茶摊位总是排着长队，半年之后你已经赚到了很多的钱。当你赚到钱之后，你会做什么呢？炫耀吗？不，你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你想开一家奶茶店，结束夜市摆摊。可是问题是，开店需要更多的资金，怎么办呢？你想到了一个办法，去找亲戚朋友借钱，把他们的钱投入到你的生意里边。第一家门店开出来了，生意很好啊，你开始盈利了，不久就把借的钱全部给还了。由于你的奶茶很好喝，门口排队的人更多了，抖音、小红书博主都来打卡了，你的奶茶店成了一家网红店哦。忘了告诉大家，你的奶茶店叫做狮子奶茶。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呢？你想开更多的分店，这个需要几百万的。但是这一次你的亲戚朋友就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持你的梦想了，那怎么办呢？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吗？还是去借网贷呢？还是问那个富二代前女友帮忙呢？不，你觉得这些都不是好办法。由于你是小狮子财经的铁粉，具备了充分的金融常识，于是你决定推开资本的大门。你该怎么办呢？你通过朋友联系到了一位天使投资人，投资人看完你的商业计划书，也看到了你的潜力，说我可以投你几百万，但是这个不是借款，而是股权投资，我不要利息，也不要求你还钱，我要的是公司的一部分股权。有了这笔钱，你顺利的在杭州、绍兴等等地方开了好多家分店，还成立了品牌营销部，狮子奶茶在网上就更红了，成了连锁品牌。可是你的野心不止于此，你开始不满足只开几家直营店了，你想让狮子奶茶开满全国1万家。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的不只是门店，而是全国性的供应链体系、原材料基地、中央厨房、冷链物流、仓储配送等等，而这些意味着你要筹集更多的资金，要1个亿以上。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风投出现了。他们说，我们可以给你1个亿的资金，帮助你搭建供应链体系，把狮子奶茶推向全国。但这不是无条件的，我们要更多的股份，同时要签一个对赌协议，3年之内你必须要开出3000个门店，年营收要突破50个亿，否则你要回购我们的股份，或者是补偿差额。你犹豫了一下，但是最终还是同意了，因为你明白融资从来都是不容易的，资本从来不是做慈善的。有了这笔钱，你终于完成了供应链的搭建，品牌迅速扩张成了全国知名的奶茶巨头，还推出了自己的超级 IP 狮王。但是资本从来不是白送钱的，这就意味着你不只能够只顾着开店热闹，还必须保证盈利和现金流健康，否则随时就可能被资本反噬。很多创业公司就是倒在了这一步，而此时早期的天使和风投也开始了蠢蠢欲动。他们投钱并不是为了当慈善家，而是想在合适的时机套现退出，或者是部分退出。但是更理想的方式就是等狮子奶茶上市，在2级市场把股票卖出去，变现离场，或者是部分套现离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家大型的餐饮财团找上门来，他们提出一个方案，直接收购狮子奶茶的控股权，用真金白银把公司给买下来。这样一来，天使投资人和风投们都可以提前套现离场了。财团则是迅速的借助狮子奶茶的品牌和渠道扩张自己的餐饮版图。对于你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选择。
如果接受并购，你能够立即拿到一大笔的钱，但是狮子奶茶的未来可能就是由别人说了算了。如果坚持上市，你就能够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但是要经历更加复杂的审核和漫长的资本市场考验。最后你决定要坚持上市，自己的品牌还是要自己做主的。由于你的盈利能力已经被市场验证了，狮子奶茶连续3年保持了稳定的营收增长和盈利记录，现金流也是十分的健康。你聘请了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所出具了审计报告，把财务账目也是做得清清楚楚的，同时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制度等等，确保公司治理是符合标准的。这一切正好是符合了小岛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要求：连续盈利的记录、合规经营、财务透明、公司治理完善等等。在股东们积极撮合之下，你决定在小岛证券交易所提交 IPO 申请。你找来了投行做保荐人，提交了招股说明书，详细披露了你的商业计划、财务数据、风险提示和未来规划等等。经过交易所的审核，狮子奶茶成功挂牌上市了。你就去敲钟了。上市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次增资扩股的过程，公司发行一部分的新股卖给社会公众投资者，这就意味着原有股东的持股比例被稀释掉了，但是他们手里的股份也是因为上市所带来的估值提升而大幅度的升值，这就是所谓的一级市场。在一级市场里，公司第一次把股票卖出去，自己拿到了真金白银，投资者换来了公司的股份。就像狮子奶茶 IPO 的时候发行了1亿股，每股是10块钱，公司一口气拿到了10亿的资金，这就是一级市场的融资。可是等股票一旦挂牌交易之后，就是进入了2级市场。在2级市场里边，投资者之间是互相买卖股票的，公司本身是拿不到钱的。比如有人用12块钱买下了股票，钱是给了卖出股票的股东，而不是狮子奶茶公司。2级市场就可以把它比喻为一个巨大的二手市场，投资者就是利用手里的股票进行买进和卖出，不必死死的抱着股票不放了嘛。正因为有了2级市场，股票才有了流动性，这就是我们股民每天都在干的事情，不停的在二手市场里交换筹码。那么问题来了，谁来决定股票的价格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供需关系。如果买的人多，大家就争着高价去买入，股价就会上涨；如果卖的人多，抛大于买，股价就会下跌。这就是市场的力量。企业的老板是不能够直接去决定股价的，交易所也是不能够去控制股价的，真正推动价格的是所有投资者的买卖行为。那为什么有的时候股价的涨跌幅度是有这么的大呢？你可以把2级市场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旧货集市，有人拿着狮子奶茶的股票想要高价的卖出手，他说我觉得这家公司未来更值钱，15块钱才能够卖。另外一边有人觉得风险太大了，急着脱手，不管了，8块钱赶紧卖掉算了。当乐观的人多，愿意加价去抢货，价格就会被往上推；当悲观的人更多，纷纷降价甩货，价格就会被往下砸。而推动他们情绪的是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企业盈利能力。假设狮子奶茶公布业绩之后，单店日销从400杯飙升到了800杯，利润率比同业高出了一大截。投资者一看觉得这个品牌赚钱能力是惊人的，于是就疯狂买入，股价就蹭蹭的往上涨了。再比如行业的热度，如果说新茶饮赛道整体是非常火爆的，大家都在喝健康果茶了，那么行业零售规模可能从1000亿到了万亿的市场级别。那么市场预期就是奶茶等于高增长了，那么狮子奶茶的股价也是会被抬上去的。资金情绪也是非常关键的，在牛市里边，人人都是觉得狮子奶茶要开到1万家了，疯狂追高。在熊市里边，即使它是继续盈利的，也可能被市场的情绪压着往下跌了。还有政策和新闻也是能够影响的，比如突然出台限制含糖饮料的规定，或者是某家分店被爆出食品安全问题，投资者就很恐慌了，股价就立马跳水了。反之，如果国家鼓励新茶饮企业出海了，或者是宣布对茶饮企业进行减税政策了，
市场立刻想象狮子奶茶能复制蜜雪冰城在港股市值暴涨的故事了，股价就自然飞起来了。还有机构投资者，一旦某个大型基金突然买入狮子奶茶，几亿资金涌进来了，股价就会立马被推高。反过来，一旦他们集中减持了，就会带来瀑布式的下跌了。归根到底，股价就是预期的投影。市场用今天的价格把未来的想象和担忧给折射出来了。只有当需求和供应是不平衡的时候，股票的价格才会涨或者是跌。而当更多的人想买，愿意出的价格是越来越高了，而卖出的人是有限的，价格就会被推高。但是当更多人急着卖，抛盘不断的去增加了，而买的人不足了，那价格就会一路的下探了。那炒股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的一个博主朋友叫做林姐，她说从历史来看，80%的时间处于震荡低位，在漫长的低位想办法拿更低更多的筹码，才能在20%的暴涨期暴富。辉哥也是常常跟我讲，要注意介入时机，要注意介入时机。公司的好坏固然重要，但是时机更重要。在优秀的企业，如果你在估值高点冲进去，可能几年都看不到收益。但如果你在市场冷清的时候慢慢布局，往往一轮牛市就能够收获丰厚回报。总结一下，就是认知加上耐心加上时机。不过辉哥和林姐私下里老是强调心态很重要，说到心态，92岁的股民外婆那个心态是稳的不要不要的。她说涨跌都是正常的，从哪块跌倒的还从哪块爬起来，焦虑的时候不妨可以看看的。今天是顺便跟大家分享了几个我的朋友。公司上市之后，理论上来说，股价主要是供需关系来决定的，并且是不断的波动的。但是不同的市场规则是不同的，有的市场更多的人是价值投资，看重分红和盈利；有的市场散户居多，情绪波动是更大。有的市场监管更加严格，有的市场监管更加宽松，投机行为更加频繁。但是无论如何，只要你有足够的认知，合适的时机，市场最终奖励的总是少数能够看懂逻辑又能管住手的人。好了，我说完了，祝你好运，再见。